滑肉门穴这个名字听起来挺有趣的。实际上，这个穴位真的跟炒肉片，也就是溜肉片有关系。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回生一场重病，没有胃口，照了一个皇榜，就说天底下凡是有大厨能耐的，做一道菜能让我感觉有胃口的，就把他招进皇宫来。在应山县有一个姓詹的大厨师，当时就接榜了，说没问题，我去招，我有一道拿手好菜。然后就做了一个相当于溜肉片一样的滑嫩可口的一道菜肴。当时李世民已经几天没有吃饭，闻到这个菜味很香，立刻食欲大增，很快夹了一块肉，一下子这个肉片就滑到肚子里，说这个肉真滑溜。实际上我们就把这个穴位根据这个作用就叫滑肉门。滑肉门的位置，肚脐上1寸，然后旁开2寸3指的位置，按摩滑肉门穴即可缓解治疗胃痛、呕吐、恶逆、肠鸣、泄泻、癫狂等有好处，还是一个减肥的穴位。滑肉门穴，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个穴位，但它却是一个专治精神失常的穴位。古籍外台秘要就记载，滑肉门治狂癫疾、吐舌。类经图义也记载，主癫狂、呕逆、吐血、重舌、舌强。今天就和大家聊聊这个穴位。在古书中找到了答案。人体有12条经脉，每条经脉各有病候，而提及症状类似抑郁症的只有一条，那就是足阳明胃经。灵枢经脉中描述其病候时说，病至则恶人于火，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塞有而处。意思是说，这样的患者不愿意与人交流，不愿意见光，不喜欢热闹嘈杂的环境，就喜欢一个人关上房门，关上窗户，甚至关上灯待着，这就是抑郁症的典型表现。而此段最后加了一句奔想腹胀，既提示了一个伴随症状，又提示了一个治疗部位。按照古人的描述，在出现奔想腹胀的腹部探查寻找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腹部多坚硬如石，按压时多有明显疼痛，这个痛点很深，多在左侧滑肉门穴处。精神失常对应的中医疾病就是癫狂。难经20难认为，重阴者癫，重阳者狂。很多医家都认为，癫痫病多属痰邪作祟所致，狂病多属痰火，治疗上以清热涤痰为主，而癫病以痰蒙神窍为主，治疗上需要逐痰开窍。而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滑肉门穴，就是具有良好的涤痰开窍、镇惊安神功效，所以常用于治疗癫狂相关疾病。滑肉门为胃足阳明支脉上的第24个穴位，在上腹部，其中上1寸，前正中线旁开2寸。左右2个滑肉门穴的主要治疗作用不同，这与左右两侧滑肉门穴位下解剖结构的不同密切相关。右侧滑肉门穴对于驱使韧带紧张收缩，引起12指肠横断上抬，造成压迫梗阻，引起腹部胀满、食欲不振、呕吐的症状具有较好的效果。这与右侧滑肉门穴下的结构，闭腹膜胃下口幽门与12指肠交界区胰脏是分不开的。左侧滑肉门穴位下的解剖结构是闭腹膜胃大弯胃底与横结肠交界区小肠区腹腔神经节。这些解剖结构特点与左侧滑肉门的治疗作用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临床上常用左侧滑肉门治疗抑郁症呢？这与腹腔神经节有什么关系？如果有关系，又应该如何通过针刺滑肉门穴调节这些神经，进而治疗抑郁症呢？滑肉门出自针灸甲乙经，为足阳明胃经上的穴位。灵枢经脉中记载，足阳明胃经的病候为：事动则病，病至则恶人于火，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塞有而处，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奔想腹胀，是为干厥。这段病候描述了足阳明经由病治到病肾的发展过程，即当足阳明经精气发生异常变动时，可表现为患者特别厌恶他人与光亮，听到声音心中就会悸动不安，涕涕惊慌，喜欢关闭户门，遮掩窗户，将自己独自关在一个空间中。阳明经又为多气多血之经，胃火炽盛，重阳则狂，因此病肾又可表现为登高而歌，不穿衣服到处乱走的亢奋表现。这与临床中抑郁、惊恐、躁狂等神志异常疾病的表现相一致。奔想腹胀则阐明了神志疾病与胃肠道症状之间的联系。奔指膈肌，奔想指的是当胃气上逆时所出现的恶逆的现象。
腹胀则指的是胃下、脐周的胀满不适。现代研究也证实，人体内胃肠道是唯一一个由中枢神经、肠神经和自主神经共同支配的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可以将信号穿冲动下传，调节胃肠道功能。同样，胃肠道功能也会对中枢或外周神经系统产生调节，而这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就是脑肠轴。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国科协穴位保健方法首席科学传播专家程凯教授发现，抑郁症患者左侧滑肉门穴位腹部触诊时明显压痛，可触及坚硬硬结，四肢有明显发热，或哭泣或喧闹或晒太阳感觉，对周围事物感觉新鲜，并认为是刺激腹部交感神经链，达到治疗抑郁症的目的。由于胃别落入心，因此滑肉门可通肠腑治气滞，治疗肠道腐蚀、痰涎永盛的情志病。滑肉门健运脾胃，运化水湿，按五脏别通论，胃与心包通。心包精气不通畅，心包阳气得不到宣泄，人就会忧愁抑郁。可见滑肉门治疗抑郁症是通过滑肉门涤痰开窍，镇惊安神，理气和胃，降逆止呕，且胃别通心和心包，调整相应脏腑功能而达到治疗抑郁症的目的的。从解剖学看，滑肉门处于腹直肌腱鞘膜，分布有第九肋间神经和动静脉，而腰部交感神经链位于脊柱横突前侧，位置深在常规操作针刺深度 0.8 到 1.2 寸，针刺刺激腰交感神经似乎不可能。程凯教授所说针感估计是刺到腹直肌腱鞘的感觉。由于第九肋间神经对应背部第九胸椎，正是足太阳膀胱经肝俞穴，抑郁症患者多肝气郁结，肝失调达所致。临床肝俞穴是治疗抑郁症的重要穴位。现代医学认为抑郁症患者肠道菌群失调，代谢紊乱，且认为肠道神经和大脑关系密切，有肠脑轴之说，且肠道菌群分泌多种生物活性地质对大脑功能影响很大，所以腹腔肠道有人的第二大脑说法。由于滑肉门有健运脾胃、运化水湿的功能，对胃肠道运动和体内水液分布有积极调整作用。滑肉门可能通过对肠脑轴调节起到抗抑郁作用。滑肉门有疏调中焦气机的作用，中医认为三焦主情志，滑肉门可能通过调理三焦系统对治疗抑郁症有效。综上所述，程凯教授发现滑肉门治疗抑郁症的确是创建，但是笔者不大认同是针刺刺激腰交感神经链起的作用，而是通过调中焦、健脾胃调整肠道运动，调节肠脑轴联系起的作用。另外，胃别通心和心包，也相应调整了心和心包中医生理功能，发挥了抗抑郁作用。如果您的症状不重，可以经常自己在家按揉这个穴位，但注意在按揉时一定要手用力往下按，而不能仅在皮肤表面进行按揉。特效按摩用中间三指指腹垂直下按，再向上托，用力揉按1到3分钟，可辅助治疗慢性胃肠病、呕吐、胃下垂等疾病。按摩疗法用手掌根部从上往下推按滑肉门穴2到3分钟，长期推按可改善胃痛、胃不适等。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丰衣足食，难免大鱼大肉、美酒佳肴。某一天，当你低下头俯视自己的肚子时，就会惊讶地发现腹部已经悄然挂上了游泳圈。想减肥的朋友，经常用我们自己的掌部沿着身体上的胃经上下按揉推。减肥并不简单，但是若能够每天坚持不懈地按摩滑肉门穴位，就有助于见到减肥的功效。